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等了2年，诚意万箭穿心名场面终于上线，破碎感直接封神。时隔2年，当天地剑心中王权富贵被万箭穿心的名场面终于在荧幕上完整呈现的那一刻，无数等待的心仿佛也随着那场剑雨被一同刺穿，那不是简单的疼痛，而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震颤，一场蓄谋已久的情感决堤。2年前的深夜，那段模糊的路透视频像一粒种子，悄然植根于心。画面中，程毅一身白衣倚在片场角落，血迹如红梅绽放在雪地，仅是一个低眉的侧影。那份穿透画质的破碎感已让观者心揪。那时的我们不曾想到，这份等待会如此漫长，如此熬人。我们像等待着某个已知结局的仪式，明知会有万箭落下，却依然渴望亲眼见证那份决绝的美学如何被光影具象化。直至今日，当箭雨真正落下的那个长镜头拉开，痛感确实先于理性思考冲上心口。那不是生理的疼痛，而是艺术感染力带来的近乎战栗的共情。程毅的白衣在凌厉的剑阵中翻飞，血渍在布料上晕染开来的轨迹被慢镜头精准捕捉。那不是简单的暴力呈现，而是用视觉语言谱写的抗争诗篇。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每一柄剑穿透身体时，他眼神中的光芒不仅没有暗淡，反而愈发锐利如炬。那种对信念的坚守与对青铜的不舍，在他每一寸肌肉的震颤中流转迸发。原著中那句万箭穿心终不悔，相视一笑倾王权的判词，在这一刻获得了血肉之躯的有力证明。这场戏的深刻之处在于其精妙的象征结构。王权富贵受刑的根源，恰恰源于他对王权体系本身的反叛。那些刺穿他身体的剑，正是他出身的世界对他的最终审判。然而，他通过承受而非抵抗完成了超越。每一柄剑的穿透，都让他离那个禁锢他的世界更远一步。当他满身剑刃依然望向青铜时，那眼神中不仅有深情，更有着挣脱枷锁后的释然。这一刻，刑罚变成了洗礼，囚牢变成了出口。程毅的表演赋予了这场戏震颤灵魂的力量。他的王权富贵不是单向度的悲情英雄，而是一个在极致痛苦中找到自由，在肉身毁灭中完成精神升华的复杂存在。他所呈现的破碎感并非脆弱，而是一种千锤百炼后依然保持内核完整的强度。他所演绎的执念不是盲目，而是一种洞穿世事后依然选择的赤子之心。那些细微的面部抽搐，隐忍的呼吸节奏，逐渐失焦却始终坚定的目光，都让这个角色每一次喘息都承载着命运的沉重与超脱的轻盈。从制作层面看，这场戏的视听语言堪称典范。剑雨落下的音效设计层次分明，金属破空之声，衣衫撕裂之响，剑刃入骨之闷，交织成一场残酷的听觉盛宴。配乐在关键时刻悄然隐去，只留下自然声响和演员的喘息。这种留白反而让情感浓度飙升到极致。摄影更是大胆运用了旋转镜头与特写切换，既展现了剑阵的宏观压迫感，又捕捉到了人物眼底最细微的情绪波动。这2年等待的价值，在这场戏中得到了完满回报。它不仅高度还原了书粉心中的想象，更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局限性。程毅用他的表演为这个古典悲剧注入了现代性的解读。痛苦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起点；爱情不是彼此束缚，而是在绝境中依然相视一笑的懂得与成全。万箭穿心之后，王权富贵不再是王权的富贵，他成了自己的富贵。那满身的伤痕，是他挣脱命运桎梏的勋章；那坚定的眼神，是他对自由与真爱的最终宣言。而程毅
用2年的等待换来这样一场足以载入古装剧史册的表演，再次证明了他是如何将表演升华为艺术的。他能让疼痛绽放出美丽，让破碎凝聚成完整，让一场虚构的刑罚成为照亮现实、触动心灵的人性赞歌。这场戏播毕，荧幕前的我们拭去眼泪，忽然明白，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让我们沉迷于虚构的悲欢，而是让我们在极致的美学体验中，重新思考自己生命中那些值得万箭穿心去守护的信念与挚爱。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作品，沉浸于用心打磨的角色与故事之中。在追剧成为日常消遣的当下，真正能让人放下手机的作品并不多，而诚意的剧总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不是剧情噱头吸引人，而是那份由演员与团队共同构筑的用心感，让人愿意慢下来，细细体会每一个画面与情绪。诚意的作品之所以能带来这种沉浸体验，首先在于他对角色的极致投入。回想起《莲花楼》开播时，观众几乎是被第一场打戏直接抓住。那场看似轻盈潇洒的动作戏，背后却是诚意1个月的提前训练与反复琢磨。从刀势到眼神，他都要求自己做到精准、干净。对他来说，打戏不只是技巧的展示，更是角色精神的延伸。《莲花楼》中的李香怡，身负伤痛却依旧温和克制。这种情绪需要演员的身体语言去完成，而诚意做到了。这种认真不仅体现在打戏上，更贯穿于他对每个角色的塑造中。在《南风知我意》中，他饰演的医生傅云深有着理性与情感的双重矛盾。为了演出专业感，他特地向医学顾问请教，学习如何握针，如何观察病患，连动作幅度都经过精确调整。而在情感戏中，他又能在克制与崩溃之间找到最恰当的分寸。这样的细腻表演，让角色更立体，也让故事更真实。沉香如屑更是他演技层次的集中体现。一人分饰2角，却没有丝毫混淆应渊帝君的冷峻与唐周的温柔，完全是2种气质。很多观众表示，只需看一眼眼神，就能立刻分辨出是谁。这种表演控制力来自他长期积累的角色敏感度，也来自他对信念感的执着追求。一个演员的努力，若能遇上同样用心的团队，才会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诚意合作过的剧组普遍以制作精良著称，从布景到服化道，从配角到群演，都能看出细节的讲究。莲花楼的江湖烟火气，沉香如屑的仙境质感，都不是特效堆砌出来的，而是靠真实的布景和反复调试完成的。观众之所以沉浸，是因为他们在荧幕前能感受到被尊重，故事可信，人物鲜活，情绪真切。或许正因为这种真诚，当诚意的新剧上线时，大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静音观剧。你会发现社交平台上关于他作品的讨论，总带着一种温和的气氛，不是争吵式的爆点，而是他这场戏太打动我了，这角色太细腻了。诚意的作品像一杯需要时间浸泡的茶，入口平淡，却越品越有味道。在快节奏的娱乐环境中，这种慢的力量尤为可贵。诚意从不急于追求流量的爆发，而是把时间花在默剧本、调表演、揣摩人物上。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观众之所以信任他，不仅因为外表或人气，而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用作品证明，认真对待角色就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如今的诚意已经不仅是古装剧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个凭实力建立口碑的演员。他让观众重新相信好演员与好团队的结合，仍能在喧嚣中创造沉静的力量。或许这正是他作品最动人的地方，他不追随潮流，却能触动人心；不浮夸，却能留下余韵。在这个被碎片化信息包围的时代，诚意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沉浸感
来自真诚与专注。一个演员若能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去面对镜头，那么无论故事如何变化，他的光都不会被掩盖。而程毅正是那种愿意用时间、用心血去点亮每一个角色的演员。